截止3月末，我国广义货 M2 余额突破300万亿大关，来到304万亿元。这个数字换算成美元的话，大概是42.1万亿美元。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。要知道，美国如今的 M2 也只有20.8万亿美元，欧盟则是16.5万亿美元。两者之和相加的话，我们的 M2 已经超过欧美的总和。这意味着我国的货币发行量已经超过了欧美的总和。换个说法，我国差不多发行了世界上一半的货币，印钞机已经开得快要冒烟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M2 指的就是社会上所有的钱，也是很多人评价放水与否的标准。但现在中国 M2 突破300万亿，说明大水漫灌是非常夸张的。这已经不能用放水来形容了，这几乎是洪灾。但这洪灾却没有造成洪灾应有的效果。美国目前的 M2 只有20.8万亿美元，中国是美国的2倍，但中国的人均 GDP 却只有美国的1/7。从 M2 的发行速度来看，和 GDP 的增长率也是不对等的。过去中国 M2 的发行速度一直都是2位数增长，远超中国政府发布的 GDP 的名义增长率。中国政府印的钱都去哪里了？一部分原因是超发的货币被转化成了居民和企业储蓄，储蓄率居高不下，变成了存在银行里不流动的资本，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失效。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杠杆和信贷变成了债务。这个问题长期来看是非常凶险的，其危险程度不亚于中国的人口危机和房地产，甚至比这些还要严重。因为货币背后代表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信用，当经济生活可以创造信用及资本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，就会推动存款定期化和长期化、信托类存款增长等等，从而带动 M2 增速上升。反过来则 M1 增速上升，而中国 M1 增速从2015年10月开始就超过 M2 增速，这说明经济活动产生信用的能力正在不断下滑，而现金和活期存款不断增长，如果还叠加地产下行，这个问题就更严峻。中国 M2 增速是 8.3%， 而 M1 增速则降到了 1.1%。央行披露202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12.93 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少 1.61 万亿元。其中3月份社融增量 4.87 万亿元。社融是贷款需求，也即货币需求，它包含人民币各项贷款、外币各项贷款、委托贷款、信托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企业债券、非金融企业股票、保险公司赔偿、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与其他。上面说到，广义货币是货币的供应量，而社融则可以视作货币的需求量。印钞速度在加快，但 CPI 却负增长。问题的症结就在社融也即需求上。今年一季度的社融增量比去年一季度低 1.61 万亿元。最关键的是，社融的增量主要流向了央企、国企、事业单位等国有部门，而非民企与个人。从央行披露的数据来看，一季度社融增量 12.93 万亿中，人民币贷款 9.46 万亿，而这 9.46 万亿的人民币贷款，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7.77 万亿元。此外，政府债券 1.36 万亿，也即企事业单位加政府债券的融资增量为 9.13 万亿，占 12.93 万亿社融增量的 70.6%。这意味着印出来的钱大量流入了国企、央企、城投与地方政府口袋中，企业并没有贷多少款，企业债券去年合计仅增加了 2.8 万亿。供水虽然充足，但没多少企业和个人来接水，这是印钞加快却没有引发通胀的根本原因。中国今天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最根本的难题是，在货币不断增发的前提下，经济增速在下降，通货膨胀率在下降，反映了中国政府试图实现产业升级的失败。对中国这种勤奋的民族来说，产业升级失败意味着出头机会太少，导致全民族遭遇极大的竞争痛苦，疯狂内卷。经济的发展最终是依靠科技进步，而制造业则是科技进步的最大载体。丧失了制造业，剩下的全部是低科技含量的产业。
产业无法突破，人均 GDP 持续低下，生育率低迷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风吹